听到这段熟悉的旋律，想必大伙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两个只穿裤头的小男孩吧。即便不提这段歌词，我猜你也或多或少能在家里的老古董冰箱上见到他俩的身影。毕竟他在中国可是卖的最贵也是最好的动画周边了。当然咱可不是给人家打广告来了，再者说人家可能压根儿也不需要打广告。我想说的是，那部给好几代人都留下深刻印象的动画《海尔兄弟》，这部在1995年首播，总计212集的动画，在30年后的2025年推出了高清重制版，在国内各大主流平台同步上线。其实我也是现在才知道，原来这动画居然这么多集，也难怪我小时候总觉得凯尔兄弟好像永远没有大结局似的。不过说实话，我还真不知道这片大结局是啥。你要说情怀嘛，至少对于我来说还真算得上。但要说惊喜嘛，它确实让我有了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本来我只是想抱着图一乐的心态打算瞅两眼的，这不看不要紧，一看全都是槽点啊。这里得事先说明，其实这个高清重制版是动画播出20周年的纪念版，也就是说它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问世了，你甚至还能在站内看到网友的翻阅。如今我们看到的严格来说是官方重头的版本啦，但不管是几周年，既然是重制作品，看哪里有提升才是关键。显然在新版中，画面的清晰度是最明显的区别，无论是色彩饱和度还是人物线条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比例呢也由原来的4:3变成了贴合现代的16:9。然而值得夸赞的部分也仅此而已了，其他方面的改动都可以说是反向升级。首先细节上就存在着巨大差异，随便对比几个场景就能够发现问题。比如刚开篇的那个轮船驾驶员，在原版中除了明显的手臂动作，你还能看到他的面部也有产生的轻微的晃动，而在新版中，驾驶员的头部在整个过程中完全处于静止状态，也就只有在说话的时候面部才会发生变化。再比如主角克鲁德回应妈妈这一段，原版中可以看到他经历了从人群中钻出来，看到了驶来的滑板躲了回去，确定无误后再从人群中离开的过程。而在新版中呢，不仅滑板的运动帧数非常低，就连后面主角从人群中站出来这个动作也被删掉了。而这种作画不精和细节内容被删掉的桥段，在后面飓风灾降临的那块展现的淋漓尽致。原版中随着飓风的出现，你是能看到天空从晴逐渐转阴的过程，而飓风也被描绘的极具压迫感。新版的前一秒还是晴天，切了个镜头马上变黑天了，而且这飓风用的还是类似草图的画法，成品就跟米其林轮胎先生一样，看着十分有割裂感啊。而最难崩的还得数人物和物体的运动轨迹，主角在落水后动作是一成不变的，水间的波动效果也是没有的，物体之间的相对运动是平移和缩放的，有一种在看古早偷图鬼畜视频的美感了，属实是给我看笑了啊。在潜艇内给海尔兄弟传递灵性的那个环节啊，智慧爷爷那部分的动画做得倒是和原版区别不大，整体还都挺流畅的。然而流畅不过3秒，到了主角这里又拉了垮了，动作变成了十分僵硬的 PPT 动画展示。该说不说啊，有了前面的那些铺垫，看到这里我的内心甚至都不会产生任何波澜了。最后这一集也是在三小只面无表情完全不懂平移缩放的表现下走向了尾声。出于尊重，咱们还是看看原版是怎样的结局吧。讲真的，我只看了一集新海尔兄弟，感受到的艺术才华不亚于厉老师的顶级抽象大作豌豆笑传之彩彩杯重制版，这下真成海尔笑传之不如初创版了。这也是我第一次觉得手绘重置不如用 AI 来搞定的例子。这种只顾画面高清不注重细节的打磨，真的就和现在只注重画面的公式化3A 游戏没什么区别，丝毫看不出创作者倾注的艺术和心血。或者咱就是说，海尔还是老老实实搞电器吧，糟蹋经典这种事儿以后还是别干了。